降温了啊，这哈气这个大。盘点一下，一降温就停止生长的一些植物，咱们大家就别乱用肥了。天南星科的一些植物啊，红掌啊、粉掌啊这些等等的掌，蔓绿绒类的、海芋类的，最高温度持续的低于15度。它们几乎停止生长啊，开始出现消耗，包括芋头啊，开始倒伏进入休眠，持续的低于10度，冻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。各类的这紧那紧的龟背竹低于15度停止生长，土壤当中的水分蒸发变慢，持续的低于5度，龟背竹会被冻干、冻烂啊。空调安排上，落叶类植物持续1周的遇到冷空气啊，低于10度，像枫树、像对节白蜡啊，植物开始进入休眠，咔咔落叶。要控水控肥。那么竹子类的温度持续的低于10度，竹子会出现消耗性的整体性的一个黄叶，5度以下竹子的绿杆会变黄。蕨类植物长时间的低于10度停止生长，出现焦边、焦枯啊，杆子变空、耷拉萎蔫的等等一系列的现象。蝴蝶兰、卡特兰、石斛兰温度长时间低于10度，花苞脱落。茎干腐烂化水死亡。三角梅长时间低于10度，掉花掉叶啊，甚至光杆，长时间低于5度啊，它有非常大的冻死的一个可能。发财树低于10度，叶片耷拉萎蔫，黄叶不断，持续的低于5度。杆子冻伤冻烂。室内有暖气的北方花友，冬天进入了开挂的一个时节，有暖气有供暖的植物还是酷酷的往上涨。如果没有暖气的，咱们要增加植物的光照啊，尽量让阳光直射到，尤其是花盆啊，提升花盆里边的一个土壤温度，还有叶片温度。光杆、落叶、休眠的这些植物，同样的给它增加光照。提升温度，控制浇水啊！浇水的时候沿着花盆边缘小水慢浇，土壤当中稍微有点湿度就 OK 啊，顺利的帮助植物安全的过冬。天冷了，窗户打不开了，养花人又开始焦虑通风的问题了。冬天室内开不开窗，植物如何进行通风？你要了解你家不是完全封闭的啊，你关窗的时候，你把脸贴在这个窗口的位置，你看小风刷刷刷能吹到脸啊。这个室内其实它是有一个空气循环的，那么这个通风也能是让叶片周围的一个二氧化碳浓度啊，它有一个调节啊，植物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啊。那么这是叶片上的一个通风啊。如果说盆土上的一个通风，就是咱们把盆面的土往下拿掉一些，根系可以稍微露出盆面一点，空气能够进入到土壤当中，植物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，那么这个花盆里边的通风达到了。那么大家最焦虑的就是天冷以后，我花盆里边土的干湿循环变慢了啊，影响土壤的干湿循环啊。这个通风是一方面啊，更加影响土壤变干的一个速度主要在哪儿？在阳光。那么冬天以后啊，这个太阳高度降下来了啊，这个阳光斜射到室内，那么你家南阳台它的采光面积更大，是吧？这时候咱们可以给植物增加一个光照啊，增加盆土的一个温度，这样土壤干的速度还是很快啊，不要过度焦虑啊，尤其是盆面土往下拿，浅埋浅种的情况啊，咱们不要过度焦虑。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如果家里边植物啊摆放的比较多、比较密集啊，这时候咱们是需要一些措施啊，比如说空气循环扇是吧？比如说小风扇，哎，你摆头去吹一吹啊，你不要直勾的这风扇往这一吹吹5、6个小时啊，叶片都吹焦了是吧？摆头吹，空气有循环啊，局部的湿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啊，这个植物一般没有什么病，这样会有效的预防病害或者是虫害的一个发生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说室内养花啊通风的一个目的啊，那么大家不要过度焦虑啊，还是说光温水气肥啊这个顺序啊排在第一。光照给它调节好，光照调节好的时候，室内有暖气的情况，土干的速度还很快啊！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